格雷厄姆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的有些是相當難聽和露骨的。我現在更關心的問題是，我們的盟友以色列正在被加沙攻擊，我不管美国的窮人死活。Graham 的咒誓啊，對川普最大的衝擊還是他對美國期中選舉有很直接的影響。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們今天一起聊一聊美國大選的問題。台灣人口口聲聲說 Bigo 美國，但是台灣人對美國的理解啊，非常的粗淺。那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次在連線的時候，我特別請這個瓜哥一定要跟我們多多分享這個美國的各種選舉。從頭開始切的話，第一個就是格蘭姆。這 Lindsey Graham 在7月28號的時候出殯了。那這個人他是在國會裡面呢對華鷹派，那常常也會對台灣釋放一些看似友善的訊息。其實吧，林賽格勒姆美帝國主義的最说锋利的剑問題也不大。能搞到錢，能通過法案，對於共產主義和對於社會主義有着完全切齒的無腦的仇恨。從他自己的人生軌跡也看得出來，從差不多2003年開始競選成功，成為美國的聯邦參議員之後，那麼就是對於美國的各種傳統意義上說的競爭對手和敵人，採取一個毫不妥協的剝奪話語權、開除出所謂國際社會制裁，乃至於說制造周邊問題的這樣的一個人物。這個人呢，如果要是單純的站在搖美國的这一部分的甘願做美國馬前卒的這樣的一部分的台灣的島內的這個政治人物來看呢，可能是盟友他去過很多次台北然後也跟一些當局的一些這個人士有過一些交流。從我們這邊看呢，美帝國主義的最鋒利的劍，很明顯就是最兇惡的狗腿子。這個人他這一輩子70多年的人生呢，其實主要在做的工作就是在幫助美國的軍工複合體，或者說呢，在幫助美國社會當中的這樣的一部分對外擴張派能夠有一定程度的在美國參議院這樣的一個比較重要的院的這樣的一個代表。在歷次的參議院選舉當中，那格雷厄姆到現在一共是23年他4任的這個參議員的這個生涯當中呢，格雷厄姆每一次在共和黨內初選選票都能過半，再加上南卡罗來納這個地方是美國的東南部的這樣的一個州，南卡羅來納是一個非常標準的南方邦聯州而且在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美國重新聯邦統一之後，這個州長期的依然延續南方的各種文化、政治、經濟、歷史的這樣的一些特色，包括即使是現在白人至上主義也好，對於吉姆克勞法也就是種族隔離法的這樣的一種懷念也好，在這個州其實是根深蒂固的。不過呢，林賽格勒姆其實他本人並不代表南卡罗来纳州的利益只是說他作為一個共和党人，如果他在黨內初選要是能過了，那他決選面對民主黨人，那他應該就贏得輕輕鬆鬆。那林赛格勒姆如果不代表本州的這個選民的這樣的一個利益的話，那他代表的是哪一部分人的利益呢？就是我剛才想說的這個事兒。林赛格勒姆你也可以管他叫格島，什麼意思？他是很多對華、對俄、對伊，甚至包括对於其他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一些圍堵的總策劃人，所謂的總導演。但是呢，這個導演很喜歡搶戲。林賽格勒姆本人在過去的這些年裡面發出的一些暴論包括哪些內容呢？包括他曾經對於對俄的制裁2萬多項制裁還不滿意，希望能夠通過誰買俄羅斯的商品和石油，誰就需要国內的商品這個對美出口要加徵500%的關稅，甚至於說他在這個暴斃之前，他自己還在推動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法案，就是說如果購買俄羅斯的石油，那麼就需要對於這些轉口的石油以及呢这些石油的制成品加徵500%的這個關稅。那麼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可以說林賽格勒姆本身在跟一些美國前沿的這樣的一些所謂的體系當中的這個前哨在溝通的過程當中呢，其實也沒有說實話。一個非常簡單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們上一次在林賽格勒姆暴斃之後，我自己這邊做直播，有跟我的觀眾朋友們有說的，在2014年的麥丹廣場暴動當中，那麼格雷厄姆是在後方約翰麥肯恩是在前方，當然還有一個當時已經這個不問世事的喬利伯曼。这3個人呢，在當時的國會當中被稱為三劍客。三劍客什麼意思呢？政黨的國內立場偏溫和，但是在國外立場上是純粹的擴張主義、帝國主義。那麼當時就是烏克蘭當時的整個的政壇和政局亞努科維奇也好，基莫申科也好，傳統的這些精英們呢，是俄國和歐洲兩邊都有現任，都有聯繫的人物。
然後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呢，實際上這個整個的政治失衡是從基本申科入獄開始的。那後面的一系列的群龙无首的这些所謂的親歐派，他們當時就是主動的找到了美国，找到美國之後，格雷厄姆精神抖擻，在後面的一系列的關於烏克蘭國內的這幫反對派怎麼樣去鬧，怎麼樣去對軍警去發動一些這樣的一些這個打砸，包括這個圍堵，包括怎麼樣去給軍警制造心理壓力啊，這個上強度，包括怎麼樣去在人群當中啊制造這種混亂啊，然而趁亂去打砸商店啊，制造治安的這種不穩定，這些東西當中的相當一部分，林塞·格雷厄姆的团队是有參與的。其實可以看到，這個人他這一死，是不是說美國現在的這個政局裡面就沒有這一類人呢？不是，就從格雷厄姆，我們就要給大家介紹一個派系，叫新保守主義派系。是的。美國國內的新保守主義，他們可以被理解為00年代和10年代特別常見的一個詞，叫民主十字軍，也就是美國的龐大的軍工複合體，以及高度滲透自己所謂盟友內部的這樣的一些情報系統，就是為了撺掇其中的一部分對美敵人啊，處在前線的這樣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撺掇他們送死。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呢，美國的強大的軍工複合體不一定要在具體的戰爭當中下場，而更多的是什麼呢？借由敵人啊，這個或者競爭對手的這樣的一種強勢，來向他的國會爭取經費，來進一步的擴大他的軍工複合體的規模。那麼這一派人的核心的觀點是什麼呢？就是實際上最終的這個解決問題的方式是要通過長期的制裁、長期的圍堵，在內部搞各種各樣的問題，試圖操縱顏色革命，然後在這些東西都萬事俱備的情況下，再讓自己的軍隊上前線去打一場政治表演性的戰爭。那新保守主義者最大的政治實踐，也就是在2003年、2004年一直到2006年的伊拉克，就是他要把美國的過去的這些戰略對手、敵人或者不聽他管的前盟友，他要建構成所謂的民主標杆啊，也就是完全是用美国的軍力來推行民主，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呢，非常標準的要讓美國的各類盟友啊，或者我們這邊經常會說美國的狗們啊，要赴湯蹈火，獻身於美帝國的這樣的一個事業。這一派的基本觀點就是這麼個觀點。林塞·格雷厄姆不是唯一一個，像現在這個湯姆·科頓，阿肯色州的联邦參议員，他也是新保守主義者。包括小布什任上面的幾個可能島內的朋友们会更了解的切尼、拉姆斯菲尔德，這都是非常標準的新保守主義者。這幫人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呢？就是想打仗，就是戰狂。但是他打仗的目的不是為了把美國的老百姓扔到前線去銷毀掉的，他的目的是什麼呢？借機去賺錢，給軍工複合體控制這個國家，或者說控制這個國家的外交，至少啊賺到更多的資本。政治的資本和經濟的資本，不惜犧牲美國老百姓的生命，他是這樣的一派人。對，這個新保守主義哦，一般來說，它的英文叫 Neo-Conservatives， 然後就是 Neo-Cons。所以你如果在美國，你看到 Neo-Cons 的時候，它其實是一個很特定的名詞啊。那這個新保守主義主要就是在美國流行。它有這個4大的核心理念。第一個，它在道德外交上呢，它是非黑即白。當然，這個非黑即白本身是怎樣？本身就不是非黑即白哈。它這個是為了美國的意識形態服務啊。你說真的是非黑即白沒有啊？但是呢，美國是絕對的善的代表，這個還搞起了這個先教的概念，對不對？阿胡拉馬茲德是吧？然後有道德義務對抗獨裁政體，例如說過去對抗蘇聯，現在要對抗邪惡軸心啊，中國、伊朗、俄羅斯、朝鮮，是這個樣子啊。這叫世界的絕對善與惡。為了對抗這個絕對善與惡，所以我們必須第二點，具備強大的軍事能力跟主動出擊的能力。所以在強大的軍事能力面前呢，這一些惡都會被遭到重大打擊，而且重點是不要透過國際組織。如果聯合國能夠配合，那就配合；如果不能配合，我們會採取單邊行動。我一定打。透過了這樣的一個呼喚啊，這裡採取，尤其是什麼？他們喜歡採取先發制人的單邊行動，尤其喜歡採取斬首或者是偷襲的各種方式。在這個狀態之下，你會發現這個新保守主義雖然他表彰自己是什麼善惡對立，但事實上他自己是欺善怕惡，非常諷刺啊。第三個啊，他們說啊，他們在推廣民主啊，為了推廣民主，我們必須把政權給更迭掉。最後一個點，堅定的支持傳統盟友，所以他很喜歡拉幫結派，這個是他的一個特項，不管是對外或對內。那這種拉幫結派是要鞏固他的意識形態權，所以台灣很多什麼友台什麼議員啊之類的，其實 Graham 啊他就扮演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角色。這是為什麼台灣在對美圈子的人跟 Graham 多少或多或少都會有很多的交集，所以事實上你可以看到，如果說一個對照的話啊，川普的行動還是帶有明顯的新保守主義
尤其是這一幾波針對委內瑞拉或針對伊朗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他有這種新保守主義的一個強大的影子。所以為什麼這幾波在主導作用的就是新保守主義當今的瓜哥？我可以說他是代言人或話事人嗎 ？Marco Rubio， 我覺得他算是在外交領域他是唯一的话事人，同时他還兼任这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美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幾個國務卿之一了，也算是啊。雖然他很忠誠，但是林賽·格雷厄姆這個人很有意思。林賽·格雷厄姆在暴斃之前，他是美國參議院的預算委員會的主席，他曾經做過撥款委員會的成員，他還做過司法委員會的 ranking member， 也就是這個排名成員，就是靠前的。那麼還有他曾經做過司法委員會的主席，所以這個人在他暴斃之前，他是可以對於美國每年的預算的這樣的一個規模和側重定調的。也就是在他的之下，2026年和2027年美國的軍費是連番的增長。2027年美国的軍費要增長到1.45億，直接增長了50%。那為什麼？其實跟林赛·格雷厄姆、海格塞斯和卢比奧之間的這樣一個聯動是有關係的。恰恰我們說，他不光可以卡預算，他和特朗普兩個人的私人關係是非常親近的。就特朗普第2任期就任以來，和林赛·格雷厄姆在小範圍的高爾夫的這一類的这種私交當中，至少呢是有大概8到10次這樣的一些交流。那能交流什麼呢？我們實際上看到的就是在2026年2月底美伊開戰之後，包括在1月份的這個突襲委內瑞拉的過程當中，特朗普的整個決策層非常小，就是特朗普、盧比奧和海格塞斯，只有這3個人來拍板。那麼格雷厄姆就是把所有在共和黨參議院眾議院的觀點承接給特朗普的這樣的一個中間的溝通者，也就換句話說，怎麼打成什麼樣，要不要繼續加碼，要不要繼續的去用一些極端的方式去大轟炸，這些東西都是林賽·格雷厄姆把外界的聲音傳遞給特朗普，就是他自己既在外朝相當於一個戶部尚書這樣的一個職務，又在內朝相當於這麼一個尚書令或者司禮監掌印的這麼一個職務，是特朗普身邊的非他自己傳統派系和個人的私人下屬的這些人之外，他最親近的一個人。所以說他確實是新保守主義派系在美國國內的魁首應該說沒有之一。甚至於說盧比奧他要聽命於特朗普，他們沒有格雷厄姆這麼強的這種自由意志，所以說格雷厄姆可能比他還要靠前一些。他厲害的地方就是比如說 Trump 給了一個任務，他可以在很短時間內把所有人聯絡完，然後使命必達。如果說他真的沒啥私生活的話，那大概可以理解一件事情是真的，就是他幾乎都在工作，可以這麼講。所以我想這個 Graham 的突然的驟逝事實上對川普最大的衝擊還是在國會方面的應對，顯得一時之間組織大亂，那很難再有人可以這麼快的領略到 Trump 的意志，這麼快的幫 Trump 去組織出相關的法案。格雷厄姆到底對於美國的外交意味着什麼？他是一個美式風格的愛交朋友的這麼一個人他這個人非常的善於去給私下的這個溝通當中擺好臉色。很多的親美派他特別覺得說想從格雷厄姆這一類的人手裡面去得到一些實際的利益，實際得不到的。而且他會發現一個很吊詭的一個事情，越是這個人願意折節下士、禮賢下士，沒有那種所謂的白人傲慢，這種人翻起臉來才最狠了。實際上格雷厄姆說句實話，看這一次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強制勞動的這個全球的這個制裁當中，這個事情前後格雷厄姆也是參與過的，包括跟格雷厄姆類似的约什霍利、湯姆克頓，他們本質上是為了美國的利益。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就為什麼說這種人他能夠騙人，是因為很多人他自己就懷着這個數典忘祖，他就懷着這個要討價還價，甚至於說他要去把自己去給放出來的這樣的一個心思，然後他就会被這種人盯上。其實格雷厄姆他的這個死亡對於美國真正最大的負面影響就在於外交上，因為從他自己的內政的角度上來講，南卡萊納這個州是個深紅州，如果格雷厄姆死了他的妹妹他的這個夫姓是諾多內，那如果現在這個琳達諾多內他自己願意上，包括他自己也宣布要競選，然後在初選當中他能夠勝出，那麼相當於格雷厄姆的很多路線會接過來，但是他妹妹本身就只是一個普通的律師，他可能在政治上面他就不会像格雷厄姆這麼強勢。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於共和黨內部現在的這個派系而言，格雷厄姆也只是他跟特朗普靠得近，並不是說新保守主義者就後繼無人了。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非常善於通過一些東西，而且這個人心狠手辣，所以他能做成事兒。
恰是在这一點上面，確實現在對於美國外交當中的鷹派，包括新保守主義者，造成了非常大的負面影響。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其實我們還可以看到格雷厄姆這個暴斃之後，對於美國現在有一個很大的中期選舉上的影響是什麼呢？美國實際上在這屆中期選舉裡，以色列已經是跨派系、跨黨派，從共和黨的極右翼到民主黨的激進左翼，包括像 DIC 這些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一概不待見、不喜歡、不認可的這樣的一個國家了。而之前在建制派當中共和黨的這個建制派當中，最支持以色列的就是格雷厄姆，沒有其他人。忽然一下格雷厄姆死了，包括他自己也是以色列願未遊說集團猶太願未遊說集團給錢給的最多的 IPAC， 基本上每屆選舉要給他大概600-700萬這樣的一個級別。綜合來看，就會發現現在在以色列處於下風的這樣的一個情況下，林賽格雷厄姆一死，對於美國國內中期選舉的這個整個的風向會產生巨大的變化，沒人再去幫以色列遮掩那些壞事了，很多人不敢遮掩了。林賽格雷厄姆豁得出去，很多人豁不出去。那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就會發生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以色列一旦如果風向不利，這會成為現在特朗普中期選舉當中的一個重大的失分選項。當這個謊言維持不住之後，很有可能特朗普包括共和黨的這些 MAGA 派和新保守主義者要在選舉當中的支持率要有所下滑，在一些搖擺州有可能就會改變選舉的結果。對，因為其實一個人的死亡通常伴隨的是他整個人際網絡的重大改變，因為大家知道人際網絡這種東西它是有生態位的。那 Graham 我認為他的特點在於說，為什麼他對美國期中選舉有很直接的影響啊？但美國這麼大了，不是說死了個 Graham 就什麼都沒有了啊，但肯定會有人填補他身段，但做得好或不好是一回事。但不管怎麼樣呢，這個對於以色列的態度，我覺得是真的是親以陣營無可替代的損失。你看，同時找到一個跟川普這麼關係這麼鐵的，同一時間人脈這麼亨通的，同一時間威望這麼大的，他在整個國會待了非常非常久嘛他是一個非常資深的一個這個參議員嘛那這個另外呢，他的這個行動能力很強的，那同時跟以色列交往這麼的深的。那這樣就非常少見。當然，他個人的聲望還有一點我剛才不是講他去烏克蘭嗎？他總共去了10次烏克蘭，非常誇張。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現在這樣的一個狀態，其實對於整個以色列會有很大的一個斷層。所以我們也可以發現一個事情，你看 Trump 親的這一局他現在對於伊朗的一些攻擊什麼的，我不認為他就這麼直接跟以色列有相關，他反而對以色列他還是有一些要求，所以接下來我覺得他這個變化會逐步的慢慢在擴散所以在看起來目前的一個狀況是這樣。那另外還有就是他是共和黨內對烏克蘭最強悍的軍事的奧援，所以他過世之後，這個美國參議院呢想要通過對俄羅斯的一個新的制裁法案，因為他對俄強硬嘛就以他名字來命名就是用他名字來設定的一個叫做這個 Graham 制裁俄羅斯法案就等於說來推動這一件事情。所以目前短期內他可能還有一些他的一個遺產影響力，但是大家人死就死了，死了之後人去茶涼嘛，所以他的影響就慢慢變化。特朗普要是不贏，26年被民主黨控制參眾兩院，反攻倒算，乃至於長時間的彈劾他的未來的2年的執政就會變得非常的危險，他有可能會被清算。如果這個清算28年還沒有辦法這個共和黨沒有辦法贏得這個選舉，那可以說問題就更大了。不止他一個人要被清算，他的家族、他身邊的人，萬斯、盧比奧、海克塞斯可能都要完蛋。所以特朗普在這一次選舉的過程當中，應該說有3個非常明顯的事情。第一個就是他訪華很明顯是有中期選舉之間緩和矛盾，然後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上，怎麼樣去解決和維護他自己的自身的這樣的一個利益的這個考慮。第二，在這個基礎之上，很明顯還有一個點，就是美國的國內和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的一系列的民意，已經讓他在媒體層面山窮水盡了，連極右翼的這幫大 V 們包括什麼塔克·哈爾森梅根·凱利也都跟他在打伊朗之後反目了，所以他就要求他的整個幕僚团隊裡面的一個選舉專家傑米·布萊爾，要求他呢去進行關於重劃選區方面的，就所謂的竭力容援方面的這樣的一系列的安排。這個重點就在於南方共和黨占優勢的選區，減少有色人種選區，增大白人的這個選區的比例。現在經過一番鬥爭之後，共和黨能夠穩拿的選區基本上已經在200席以上了接近210席。我們知道這個
美國的眾議院啊，要想掌握絕对多數是218席，那他都到210席了，確實相對來講應該贏很容易，但很不幸啊，除了他重劃的選區之外，現在看剩下的這些搖擺選區恐怕是要輸得很厲害，甚至有一些小道的這個預測啊，沒有那麼主流的預測說要全輸，所有的搖擺選區都要輸，也就是很有可能這個機關算盡太聰明，但是還是沒辦法保證眾議院。但即便如此，參議院現在特朗普還是有一定的機會的，因為這一屆改選的這樣的33個參議員的席位當中，相當一部分，我如果沒記錯的話，2/3以上都是共和黨占優勢的席位，那這個優勢就真的太明顯了。所以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可以說呢，共和黨在這一屆看到的所有的這一系列的這些所謂的掙扎，都是直接衝着選票去的。比如特朗普想通過真實投票權法案啊，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實際的情況就是，真實 ID 法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讓大量的贫困的没有办法办這個駕照的，就他沒車的，還有一部分呢就是啊這些非法移民，想把這兩部分人系統性的開除出美國的這個投票的範圍之內。那顯然這個東西是對共和黨是有很大利處的。再比如說剛才說的南方的這個重劃選區，再比如說現在很多地方都想去引導這個社會民主派啊，民主社會主義者們和傳統的民主黨的這幫財政保守、機關治國的這些建制派啊，兩者之間展開一個競爭，甚至於說連民主社會主義者內部現在對於桑德斯、對於 AOC 這些已經成名已久的人都有一些微詞啊，他們現在更喜歡的其實是紐約的那個市長馬姆丹尼啊。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的情況就是說，他現在試圖挑撥這兩撥人的這個矛盾，也算是找準了方案。特朗普的深度的介入，本質上就是為了防止自己被清算。他在內政外交上面一系列的這些倒行逆施，導致他現在想不被清算有點難。但是好在選舉地圖現在對他有利，所以他現在也不考慮什麼內政外交做出成績了，就是一門心思的拖民主黨的後腿。再加上經過了拜登的4年，對於美國的老百姓民眾來講，民主黨是什麼好東西嗎？啊，所以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其實很多的中立派目前的情況就是，如果特朗普整出了很多特別讓人反感的一些活，那麼就很有可能会出於某些厭惡的情節會投向民主黨，否則的話就可能不會投啊。所以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現在我們看到的特朗普的一系列的這些民調，他已經到了一個難以想象的地步。現在特朗普的支持率，按照紐約時報最新的這個民調，我要沒記錯的話，是32%的人支持，54%、55%的人反對，他的這個支持率已經負到了23%。啊，這樣的一個地步，如果他真的操縱選舉成功了，那我們也只能豎起大拇指，表示說他非常善於利用民意。但是如果他是操縱不成功，那就只能說是美國政治的這個傳統又發力了。但即使這種情況下，那他肯定也不會放棄在民主社會主義者和民主黨的建制派之間制造矛盾。可以說後面特朗普還有着一系列要死中求活的這樣的一些鬥爭，這樣的一些戰役要打。因為最近其實我一直在看這個中期選舉的問題啊。它其實很大程度會決定了接下來 Trump 他的一個政策的方向力道能不能做到延伸，因為我們要很具體的說，你這個軍費提到這麼的高，那總要有消耗的地方嘛。那到底你美國是要退回一開始 Trump 所謂的 MAGA 派裡面那一種，我不管其他地方，我只管我自己啊。其實最經典的代表就是 JD Vance 嘛。JD Vance 現在我看到這個的時候，我在噗嗤一笑。但這個很明顯的就是整個美國它現在的一個特性，就是說這場中期選舉可能是美國有史以來影響最大的一個對於他未來這個國際方向的中期選舉。因為過去其實美國中的是這樣，他大概會在上任的時候搞一點國際外交的東西，搞一點國際軍事的東西，然後到了接近中期選舉的時候，他就會沉澱到內政方向。在內政方向等中期選舉過了一段時間，消化完那個話勁之後，到了他的任期末準備要連任的時候，就開始高舉高打，通常是這個樣子。但是這一場啊，它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是什麼呢？就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因為 MAGA 的一個邏輯的存在，它需要的是情緒價值，它需要的是一種演戲。所以呢，儘管有多數的選民非常否定川普的一個經濟政策，但現在看起來Trump可能在中期選舉並不是這麼一無是處。當然這裡面還包含選制啦，我們剛才也提到說參議院裡面這一次所改選的有22個其實是這共和黨的州嘛，那剩下的這個10幾個才是這個民主黨的州，所以民主黨要擴展在這些紅州裡面本來就很困難。但是有一個州倒是有一點味道，在這個德州嘛，但是一席並沒辦法改變，因為他要到4席他才能改變這個部分。但是不管怎樣，只要他的眾議院輸掉了，那接下來他很多政策落實，他的這一個相關的法令法規，再加上他在
整個國會裡面，他在參議院損失了 Graham， 所以他那個 Graham 他不止在參議院他能夠發揮作用，他事實上他是這個參眾兩院的議員他都結交嘛，聯席會議上他經常這個非常的知道怎麼去主導這個走勢，所以看到一個狀況就是這場中期選舉的一個接下來的方向會很大程度的去搞到川普的一個選舉的方向。